混乱不在外面，在秩序中有巨大的能量。讲者克里希那穆提。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生活在混乱之中，不是对该词的定义，而是我们生活在矛盾、分裂、分别的实际事实。我与我的，你与你的，我们和他们等等分别，以及我们内心里的所有分别和冲突，这些都表明了混乱存在的事实。我们要如何观察这种心里面的混乱呢？例如，我们昨天讨论过，任何形式的执着 attachment 都是内心混乱的因素，同时也是恐惧的一部分。执着于一个人，执着于一个想法，执着于一个结论，执着于一个过去的记忆，执着于一件家具等等，都会产生混乱。我们是否看到了这一事实，而能从这种执着 attachment 中解脱出来，而不变得孤立、漫不经心、冷漠，以至于会带来某种内心的秩序 order。 因为我们讨论的是，当我们将一切井然有序地安排好时，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。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探索自己，才能意识到这种能量。所以我们正在探索我们自己，意味着我们首先要探索生命的混乱和混乱的本质。这种混乱是执着、恐惧、快乐等的一部分。我们并不是试图把人们引向某个特定的方向，而是要认识这种混乱，而不采取任何远离它的任何行动，只是相互研讨。如果有一个讲者可以使事情变得清晰明确，那就会达到这种目的。假设我已让我在内在方面是非常有秩序的，那么我的外在就可能有很好的秩序。但假如我的内心深处非常混乱，我会问自己该怎么办？这种混乱与我不同吗？还是我就是这个混乱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因为如果这种混乱与我不同，那么我可以采取一些行动，改变这种混乱模式。我将使用各种方法，将混乱从一个角落移到另一个角落，通过压制、控制等方式来消除内心的混乱，而使心理上产生秩序。但是，如果我心里的混乱、烦恼就是我自己，就是这种混乱，那么问题就出现了。你正在跟随我的思路吗？你正在思考这个问题，你不是在听我讲话，而是在听自己讲话。也许你会带来改变，但如果你只是仅仅听听而已，你将在往后余生中一直听下去，而没有得到任何好处。我希望你不要这样。如果你仅仅听讲者说话而已，你不会做任何改变。但如果你自己看到你生活在混乱之中，你的生命处于烦恼之中，而这种混乱与你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，基本上你就是这种混乱，那么在你想要做出任何改变之前，事实上，当你了解这种混乱是自己的时候，这个混乱就消失了。当你认为你与混乱是分开的时候，你认为你不是混乱，你才能对它进行操作、控制。因此，这其中，你自己、你的内心会不断地产生冲突和对抗。你可能一天能够做到不混乱，而第二天就无法做到，又变成混乱了，如此往复循环住。事实上，你就是那个混乱，这就是事实，不是讲话者得出的结论，也不是试图向你灌输任何观点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么，如果混乱就是我自己，我将无法对其做出任何改变。这意味着我无法像以前那样对这个烦恼进行操作，因为我操作控制的是自己。你越操弄，你越混乱，因此我仍然处于完全的混乱之中。
你现在正在做这件事吗？还是你的脑中只是讲者演讲词汇的累积？事实上，我和混乱没有什么不同，因为混乱的存在是因为我把自己与所谓的混乱分开，这是混乱的主要因素之一。我发现，只要我和我观察到的心理状态之间存在分裂，这种分裂就是混乱的主要因素之一。这就像当我把自己称作印度教徒，而自己内心呈现的有称作基督徒、天主教徒、英国人、法国人、日本人或其他任何种族的人时，你认为你与他人不同，这种分裂就是混乱的因素之一。这种例子每天都在发生，因此当我们在心理上存在分裂分别时，我们就会鼓励和培养混乱，而事实上混乱就是我自己。因此这种认识和真相带来了秩序。当我们发现自己与所谓的混乱是不可分割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开始真正的面对它。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课题，因为它需要我们将自己与过去的习惯、信仰和身份的认同等等各种情绪执着分离开来。然而，如果我们能够勇敢地面对这个问题，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发现一种新的内在秩序。这种秩序不是建立在意志、控制或压抑之上，而是建立在内在的自由和开放之上。这种新的秩序是非常美丽和有力的，因为它能够使我们更加敏锐地感受到周围的世界，并让我们更有能力去应对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挑战。后记：当你说我的心很烦恼，是你在烦恼，那一件事是存在的，它本身不会有烦恼。面对那一件事，你产生情趣我执，有得失的比较，有善恶的比较，你在心中自我对抗，你在产生烦恼。烦恼的是你的心，想要去压抑烦恼是你的心，你的心在自我对抗，你的能量消耗在自我对抗上，你不敢面对这个事件的现实去处理它，然后放下它。秩序的心，即是不混乱的心，也就是清净心。你的心面对当下这一念，无分别它，不染着它。因此，内心呈现的念头，当下是你，你不与欲对抗，不追逐这个念头，不以念制念，当下这个念头，它就自己消失了。当你认为念头不是你，也就是你对这个念头产生排斥或喜欢的意图时，这就是分别心。你的内心产生分裂，你在内心建立一个影像，一个假我，你想要消除这个念头，制约它，对立项就产生了，叫做以心制心。因为混乱的是你的心，想要把它变成不混乱也是你的心，称为无明追逐。你追这个念，它当下就变成妄，所以离念即真，没有作为。因为念头与你的心无关，念头呈现在你的内心，它只是暂时的现象。当知当了，你能让这一念如来如去，你就是如来，叫做如来应现。当下你看住，全然的看住，发现自己专注中有关注的中心点吗？没有中心窝。因此在那种注意力中不存在你的思考，你就不会被你的念头吞噬。当你有思考的时候才有中心。在这个观察当中，你不去做任何选择，在那种注意力中有着极高的能量，只有完全注意的质量。当下你的心是不混乱的，不动的。在这个专注中，让你的心有极佳的秩序。